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邦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率代表团出席，外界对于中美军方的沟通交流格外关注。2019年6月，美国防部新设立的副助理部长专门负责中国事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日前介绍，中方重视发展中美两军关系，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有利氛围。Tell you, I have long-standing history of working, particularly in my case, between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re's been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I've done so on many occasions. We've had good opportunities, even in those cases where there was great tension, is that we were able to communicate to each other, to talk frankly. Unfortunately, right now, we're just not talking to each other. So if we can get back to the cooperation, step one has to be that both sides can sit down and talk, which is why I'm glad to be here. 2015年，美国首次派官方代表参加香山论坛。2019年举行的第9届北京香山论坛，美军更是首次派出现任高官参加，也就是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办的施灿德。但美方参会人士很少进行公开发言和讨论。而在今年的论坛上，施灿德不仅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席了东北亚安全趋势与塑造分论坛，现场还发表了公开演讲。在接受深圳卫视独家采访时，施灿德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方邀请美方参加论坛，而美方也欣然接受，表明双方都有意愿展开对话。There are two powerful forces, two influential for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y have an obligation to talk to each other, not just for the peoples on both sides, but for really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当前，中美双方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29号在香山论坛的高端对话上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若发生冲突对抗，对中美两国及世界肯定是灾难性的。崔天凯说，中美相处之道的关键是美国能不能做到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杨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您参与了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东北亚安全趋势与塑造分论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各方嘉宾围绕该议题的交流和交锋？我在做这个开场发言的时候呢，我就指出了东北亚的这个，我讲出了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东北亚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说呢，它一方面呢，拥有全世界实现经济增长持久繁荣最巨大的潜力，另一方面呢，这个地区啊，又聚集了、堆积了全世界最密集的军火库，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这个地方，你别看有个什么俄乌冲突，又有什么巴以冲突，要论这个军力和兵器的这个部署密度，这个东北亚是最高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发展的潜在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地方的那个军火库呢，这个火药库啊，越堆越高，这就是东北亚的现实。这个现实把东北亚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说，大家想要在东北亚实现持久和平，通过什么路呢？美国就要通过加强美日韩的安全来实现持久和平，但是他通过加强美日韩军事同盟，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达到了刺激这个地方，就是他们3个国家加强军备的努力，那么刺激了这个地方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尤其是在朝鲜半岛。而中国主张这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共同安全，这个才是构建东北亚持久和平的正确之路。这个呢，就是说共同安全和集体安全究竟走哪条路？这个涉及到东北亚能不能实现持久和平，涉及到东北亚的前途命运。那么这里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美国学者在这个会上讲，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和美国确实存在着战略竞争。这其实是一种假想的竞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东北亚追求的是什么？美国人说，追求的是把美国给他 drive， 就是赶出这个东北亚。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中国的政策。那么中国在这个地区追求的是什么呢？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
和这个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个事儿有没有美国、中国也要追求这2大目标，这是和平发展，因为这不是中国的目标，这叫时代潮流。因此呢，就是说，在所谓东北亚的中美竞争关系当中呢，实际上是一种美国出于主观判断和这个一己之私利，强行推出来的、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种所谓战略竞争。而从中国的角度讲呢，我们在东北亚地区始终在追求这个自身发展，同时这个和地区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共同发展，是这么一个。也就是说，他想竞争，你们想竞争，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格局。而这种格局吧，其实不是因为客观原因，是主观原因。因此呢，我想要想改变这种奇葩的现象，影响东北亚持久和平与持久繁荣的现象，那么美国是时候来端正自己对华战略认知，端正自己对外政策的一种心态。那么我想，这不仅对东北亚有利，而且对美国自身有利。那您认为通过此次论坛是否可以为本地区的和平发展形成某种共识或者方案呢？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实际上，东北亚现在矛盾很多，但是最根本性的挑战是个什么呢？最根本性的挑战就是面对恶化的有关双边关系，面对负面的安全竞争，我们应该放弃这个零和思维，来追求共同安全，还是进一步的努力加强自身，通过损害他国安全来加强自己安全？就是2种选择。一种选择，我觉得对手是，这个国家是我的对手，是我的敌人。那么一种选择就是说，我要把自己的军队建得更加强大，要对这个国家建立压倒式的军事优势，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选择是什么呢？通过对话合作。顺便说一句，今天这一场会下来啊，我刚才讲到了有100多个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包括差不多50个国家的这个军方高层参加会议，立场肯定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在这样一个冲突加剧、矛盾丛生的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对话、合作、协调、妥协，而不是对抗，和这个对立。这个是个共识。但是呢，这个在现实当中，特别是各国有各国的政治逻辑的情况下呢，大家都在沿着传统的这个安全竞争道路，或者我把它叫做负面安全竞争道路呢，在往前走，以至于把这个地区呢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各国之间呢，这个矛盾越来越深，各国也都共同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安。就我们正在面临着这么一个严峻的形势，因此呢，打破冷战思维，这个终结负面安全竞争，通过妥协对话来合作，来追求共同安全，这个是东北亚各国，包括美国这个域外国家应该共同思考的大课题。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是在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包括当前仍持续的俄乌冲突以及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那么，对于化解这些地缘战略冲突乃至各方的信任赤字，您认为香山论坛能够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我想呢，这个首先这一届的香山论坛啊，通过这个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这个代表的深入交流啊，实际上它正在引发人们对重大问题，特别是安全走向、战略走向的深度思考。比如说，这个阿以冲突、俄乌冲突，明知道通过对抗，这个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对话合作、协调，甚至妥协呢，又难上加难。究竟怎么办？我想呢，通过这一次的思想激荡、思想交流呢，这个无论是来自各国官方的代表，还是这个智库的代表呢，都会这个在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的同时，回去以后他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呢进行这个深度的思考。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什么呢？香山论坛越来越成为广义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进行深入思想交流的一个
交流平台，而且是一个高端，它越来越高端的这么一个交流平台。第一呢，它发挥了交流平台的作用；第二呢，它发挥了通过交流增进有关各国各界相互理解、相互了解的这么一个平台。第三呢，就是加强了交流，加强了理解，那么就能够助推各国在安全政策上，无论是广义安全还是传统安全领域呢，在安全政策上呢，会更有利于各国进行这个协调和协作，包括合作。所以总的讲呢，践行中国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这个国际安全，那么通过对话交流，促进这个共同安全，推进这个持久和平。那么同时呢，加强外界国际社会对解放军的这种交流。这3个方面呢，我想呢，今后这个香山论坛它的这种作用会越来越鲜明，而且越来越突出。